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毅，时钟的钟，飘逸的逸。这阵子我想用 C3 做一款横向飞机的弹幕游戏，这种类型的游戏我先前是没有尝试过的。于是我借由想象以及凭借着先前我对 C3 工具的了解，花了1-2周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款游戏的 POC 概念实作。趁这个机会，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也调整一下先前针对 C3 游戏制作的影片呈现方式。先前我在分享 C3 制作游戏时，都会先展示游戏的运作流程图，然后指出哪个动作是对应到流程的哪个步骤，最后提供原始码让有兴趣的人自己下载来观看。但是后来我几经思考，总觉得这种分享方式并不是我最后想呈现的感觉，好像当我在制作这款游戏时，我就已经知道每个步骤该如何达成。但实际上，我自己在做那些游戏的时候，很多功能都是一边尝试修改，一边去做，才有最后你们看到的效果。本次影片分享游戏制作的方式，是想用当我制作这款游戏时，我怎么思考逻辑，以及我碰到了什么问题的方式来呈现。或许会比较没有架构性，你们在看的时候也可能会感觉比较混乱，但是却能够知晓我在制作游戏时那些思路以及因果关系，或许更能够体验游戏制作是怎么一回事。好吧，如果不要说的这么伟大，你也就当成我在碎碎念游戏制作的甘苦谈也就罢了。那么回到本片的主题，当我想用 C3 做一款横向飞机弹幕游戏，该注意哪些事情呢？首先，我当然需要一台飞机，不管你是要圆形、方形、三角形，还是一只小恶魔都可以。这里我选择用三角形好了。我习惯替 C3 这些小精灵，也就是 Sprite 建立 prototype 的图层，方便当我想要看自己设计的哪些圆形小精灵时，可以一次检视。飞机建立完成之后，我会到设计面板观察一下它的碰撞区域是否正确。这里用的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而且 C3 会很聪明的猜测你的碰撞区域。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用很复杂的图形，它都不太会猜错。假如你对于它的猜测区域不满意，你也可以自行调整。C3 之中会预设给你5-6个边界点，你也可以自己新增更多的节点。但是要注意的是，系统会提示你越多的节点将会导致游戏的效能下降，这里就需要依据你个人的需求自行评估是否要添加到那么多的节点咯。再来是可以飞行的场景，横向飞行游戏一般都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前进区域，然后透过主角前进的视角，逐步的前进到后续的区域，所以我们要把主要的图层拉大，变成一个很长很长的长条图。接着我想设计多个图层，大致上有 UI、子弹、玩家、敌人、场景障碍物以及背景图。视觉上来说， UI 层不管玩家前进了多少，都应该保持在相同的位置。这边具体的设置方式就是针对该图层的 scroll rate 以及 parallax 设定它成 0%。这样设定完成之后，不管玩家前进了多少，它都会维持在原本的位置，而不会乱跑。接着是子弹、玩家、敌人以及场景障碍物，这几层基本上就是上方的精灵会遮蔽下方的精灵，依据你的需求，可以自行决定谁上谁下。再来是背景图，这层的行为跟 UI 层很像，但是又不太一样。我们会希望使用者在前进的时候，他一样可以前进，但是背景却不要前进了那么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将这个参数，它的 X 轴设定成 15%。背景图层的宽度大约是10000左右，所以背景图这边我们提供大约3000左右。反正你就知道嘛，就是抓这个大概就是了。这边我并没有仔细去了解它的运作原理，但是也就是透过 try and error 的方式来得知这个数字。所以在你的游戏中，如果你想要达成这个效果，你就可能要依据你自己的情形来多方尝试，产出最后你想要呈现的画面。我到这边会执行一下运作的画面，其实我自己在开发游戏的过程中，都会不断的执行测试，来确保我的游戏设计概念是否正确。你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台飞机在上面，什么都没有。所以第一步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玩家用固定的速度往右前进。这个行为可以透过玻璃达成，
所以我在 Player 的 Prototype 新增了一个 Bully 的属性，并且设定相关的参数。再执行看看，你就会发现玩家已经乖乖的往右前进了。好，我知道你看到了什么，玩家没2下子就不见了。这个部分我马上来修正。会发生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你没有设定摄影机。摄影机的这个行为呢，其实可以添加到任何小精灵身上。如果我们尝试添加到玩家身上，那视角就会随着玩家前进。但是我拒绝，这里我不会这么做，因为之后我想设计成多人在同一个萤幕上面进行游戏，所以摄影机不能卡在某一个玩家身上，那就应该是一个第三方的小精灵，承载着摄影机的属性，以定量的速度前进，并且逼迫玩家要跟上，这样会比较合理。为了这台摄影机，我建立了一个小精灵，然后指定 Scroll to 的属性，这样画面就会跟着它持续前进。在游戏场景中，你可以自己放置一个，但我建议还是在脚本程式中依据条件去建立。好比说，场景开启时再进行建立，这样会比较好。另外，摄影机是方便我们检查是否正确呈现，才设定成透明度是30%，但其实一般情形来说，你可以设定成0%，让玩家看不到这一台摄影机。现在再测试看看，摄影机稳定的前进，但是玩家却有可能会跑出这个画面。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们可以在 UI 层建立一个 box， 其实也就是4根铁条，并且设定它的行为是 solid， 也就是固定的。那么玩家就不会超过这个摄影机可以呈现的范围咯。回到小飞机身上，现在的小飞机只是会自顾自的往前进，但是不能被玩家控制。如果不具有互动性，那就称不上是一款游戏，而是一部动画而已。如果想要操控小飞机，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套用8方向的行为属性，并且保持 Default Control 的参数，那你就可以透过键盘的方向键来控制它的飞行方向。但是我拒绝，在这里我必须把 Default Control 关闭，我想用我们的方式进行控制。因为我预设的游玩设备可能是电脑、手机，输入控制也有可能是滑鼠、触控面板，更甚至可能是摇杆，不仅仅只是键盘。那预设的控制可能就不支援我所有的需求。这边就要说明一下我的设计概念，我想设计一群变数，去记录玩家是否按了上下左右、发射以及大炮键，而输入的来源就可以包含键盘、滑鼠以及 UI 的控制面板。先在 Screen 的任何地方点击2下，新增物件，包含键盘、滑鼠、摇杆以及触控面板。C3 之中针对这些输入是统一管理的，你不需要个别建立 Prototype， 所以一旦建立之后，后续都可以存取该功能。然后编写相关的程式，让这两者串联，目的是让小飞机会依据按钮的变数，它是 True 或 False， 来进行相对应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做到很多设备都可以进行互动的效果。所以这里我设计了 UI 的按钮，接着我就编写该脚本程式来进行控制。接着按下测试，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小飞机会依据你的输入方式来进行移动，达成与玩家互动的第一步。再来是设计死亡。游戏的目标通常是玩家通过你所设计的挑战，进而通关，但必须伴随着角色的死亡，你才有办法体现出游戏的乐趣性。我先假定这个游戏是当玩家被攻击或者是撞到墙壁就会立即死亡，那么就让我们设计一些障碍物来验证是否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先在 Prototype 中建立一个障碍物，它的行为是 Solid 的，确保玩家撞到它之后，障碍物不会移动。然后在脚本中新增一段程式码，如果玩家只有1条命，那么当玩家触碰到它，就会将游戏的场景移动至 You Lose 的阶段。这边也采用了 OnCollide 以及 Go to Screen 的功能。这个场景里面有2段文字，分别是 You Lose 以及 Replay。针对 Replay 文字，我们设定成当玩家按下它，就会回到先前的游玩场景，一样是透过 Go to Layout 这个方选
至于这边玩家按下某个物件来触发事件，则是用 untouched object 来达成。这个部分因为先前已经针对输入这个功能引入了触控面板，所以不用额外设定。而在 C3 中，滑鼠与触控面板针对玩家按下某个物件都是有支援的，所以我们挑选其中一个来达成就可以了。简单测试一下，你可以看到当小飞机触碰到障碍物时，就会触发游戏阶段死亡，进而转换到游戏结束的场景，并且测试当玩家如果按下 Replay 按钮，你也可以顺利的回到刚才游玩的场景，再次进行挑战。这样就算是完成一小部分的退场的需求了。不过如果你有玩过横向飞机游戏的话，你会知道硬币投下去之后，玩家至少预期有3条命，哪怕挑战过程中会因为一些小失误而死亡，你也应该多给他2次额外的尝试机会，这样玩家才不会马上放弃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们在程式脚本中新增了玩家的生命数，当玩家撞到障碍物时，先减1，然后判断这个变数是不是小于等于0，如果是，才真的进入退场的阶段。另外，游戏场景刚开始时，应该将这个变数重设到3。你当然可以在程式里面直接填入整数3，但是我建议你先建立一个预设的生命值变数，然后当场景开始的时候，才将这个变数填入，将数值预设成3。这样的好处是，如果哪天你想要增加或减少预设生命值，你只需要调整变数就可以达成，而不用在很多的程式码之中找到这一段。小飞机可以进行移动后，接着就要让它可以射出子弹。子弹的飞行方式很简单，就是从左飞到右。那在设计这些子弹的小精灵的时候，你只需要新增玻璃的行为就可以了。配合我们预留的按钮，写下相对应的程式码，就可以让玩家射出子弹。但这边要注意的是，按下按钮的判别方式，我建议是 is touching。这样子，玩家在射击的时候，只要一直按着按钮不放，就可以不停的射出子弹了。但如果你这样子直接进行测试啊，你就会发现小飞机像是喝了提神饮料一样，毫无羞耻心的疯狂射出子弹，就像给了它一对翅膀，让它想射多少就射多少。这样当然是不行的啦，你必须设定子弹射出的 CD 时间。当玩家按下射出子弹的按钮之后，你应该检查这个 CD 值是不是小于等于0，如果是的话，才可以进行射击。然后当你射出了之后，要将这个变数设定成指定的 CD 值，透过另外一个回圈，每当 0.03 秒执行一次，然后执行的过程中，你会将这个 CD 值减 0.03， 换言之，这个数值我们是用毫秒来看待它。当这个数值低于0，我们就会把它拉回变成0，这就等于等待玩家随时可以射下子弹的阶段。这个设计方案在我的游戏之中出现过很多次，只要采用了 cooldown 的概念，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达成。另外插播一下，你也可以在 system 中找到 wait 多少秒的时间阻塞，或许这个方式可以达到 CD 的功能，但是这边提醒你，这个功能啊，有时候会导致非同步的等待卡住，然后产生非预期的停止阻塞。那如果你真的要使用这种方式来达成 CD 的效果，请多方尝试后再来使用。好，子弹能够打出去，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因为子弹会一直往右飞，然后 C3 呢，并不会帮你回收这些无关乎游戏的子弹，它就算超过了视线，这些小精灵还会在。如果你不自己去回收它，一来游戏之中你会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子弹，导致游戏越来越慢；二来就是右边的敌人啊，还没有出场，可能就已经被你活活打死了。你可以采用 debug 模式，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回收，动态产生的子弹就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拉慢你的游戏效果，应该就是现在吧。那面对这个问题呢，你需要编写一段简单的程式码。当子弹碰到我们刚才设计的红色 box 铁条，就会消失。具体就是采用 destroy 这个行为反应。再次使用 debug 模式，你就可以看到子弹呢，它就被回收了，所以这样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好，子弹飞出去了，但不仅仅只是让子弹飞一会，我们还需要一些冤大头来承受这些子弹的热情攻击。
并且要被击落。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设计敌机了。在 Prototype 中，我们设定了一台敌机。那么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编辑它对子弹的反应。我们预想敌机没有那么脆弱，所以在原型中我们加入了 HP 的属性。程式之中，当它碰到子弹的当下，也就是 on collide 的这一瞬间，该敌机就会减少1滴 HP， 然后这个子弹也会因为碰到了障碍物，所以就会消失，一样是采用 destroy。针对敌机，另外也会编写一段程式码，当 HP 低于0时，自己也会消失。那接下来就测试看看咯。好，敌机碰到子弹之后，当 HP 低于0，它就会消失，这样也就符合我们的预期效果了。以上就是第一阶段，如果我想做一个横向飞机弹幕游戏的设计过程。我们建立了很多个图层，设计了使用者输入界面，然后玩家的离场跟重玩，并且处理了小飞机的移动与射击，以及承受炮火的敌机。这个阶段应该就先设计这些东西，后续我们可以透过滚动式的修改，逐步调整我们最终想要的游玩体验。但现阶段就让我们先说明到这边，消化一下整个流程，等到下一个影片再继续说明其他优化的设计内容。那么本部影片就先告一个段落，但是这个系列我会分次把它完成，片尾我会提供该专案的完整版的游戏画面跟下载位置，供您的参考。如果有任何建议，你都可以留言给我。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请不吝啬按下赞，然后也感谢你订阅我的影片。其实一开始我只是想试试看把影片制作然后发布到 YouTube 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现在既然有人订阅了，一定程度上也督促了我要更新影片，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后续我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持续更新影片，可能不会太快，但是我会尽量控制在2周之内更新一部影片。好，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See you next time。